大家好，我是陈老师。那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首先呢，那我们仅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向这个12月19号英勇去阻止这个范闲的一个瑜伽长老先生致上一个最高的敬意。因为他阻止了这个嫌犯他把这个20多瓶的汽油弹在捷运站里面引爆或者是其他更危险的事情。如果汽油弹在捷运站里面引爆那个的状况其实会更加的惨烈，那就不是只有几个人牺牲就可以结案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汽油弹碰在地铁里面它造成的一些烟囱效应或是很多踩踏的问题那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说也只能很遗憾的我们的英雄李家爽先生他在这场事故里面牺牲了。老师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只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去缅怀我们这位英雄。那他拯救了非常多人的性命，救人一命尚且胜过7级浮屠。那何况呢？他在捷运站的人来人往的地方他拯救那么多的生命，彼此致上歉意，好吗？好，那今天冬至冬至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世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因为冬至交了节气节气一交其实我们的时运现在开始都是接2026年的气运是比较多的了。所以说只是希望各位你那个流年要批的都进入到我们的良辰吉时来去做拼命。良辰吉时老师这2天更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苏卫成老师他的一个语气跟我们所有的一些问题的研讨都会可以更加的接续起来，所以你可以跟他深入的去讨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更新了很多的一些小地方，比如说呢，你可以帮你的亲戚朋友买了这个牌，买这个流年，老师批完之后你可以看到通过站内的一个方式那在订单里面可以看到转移这个订单，也就是说对方如果也注册一个良辰吉时，你就可以拿他的信箱在你的订单里面把它转移过去给他去使用，让他也可以看你的订单，也可以享受你的苏伟成老师。因为苏伟成老师你每一笔订单里面都会有送，它是跟订单的不是跟账号，跟订单的。所以说这2个老师在更新。那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更新的东西。那首先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批流年我们批到农历年以前，但是老师这边公告一下，我们的这个良辰吉时的批流年的服务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这边要听清楚了我们在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会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案。也就是说呢，12月31就是1月1号开始就是过跨年之后开始那么你在购买流年，它就不会有7大种论，也就是说呢，那个你要另外去付费购买的。那另外一个呢 ，T 点也不会送这么多了，因为你跟苏伟成老师沟通它是需要 T 点的，T 点就是说你的对话的一个点数。那当然，老师送都是送几万点，都是送蛮多的了，好吧？你买少老师送少，你买多老师送多，之后就不会送那么多了。因为对谈这个东西有人说老师你这个不是吃的是 AI API 的问题吗？不是没那么简单那是燃烧 GPU 的好吗？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苏伟成老师会记住你我们后面有很多东西，老师先把钱付出去了，你怎么不要让我去亏本嘛，对不对？你总得让我挣一点钱吧？所以是说这个后面我们在1月1号开始我们等于是说内测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到后面呢，我们的这个7大种论，就是论你先天的个性、财运、事业，还有健康、姻缘、子女这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反正就7个吧。那个就不再是免费的那不再是免费的。所以说呢，各位可能要花这个399去购买。但现在在我们年前的方案里面元旦之前的方案里面是给你包进去的。所以元旦之后那我们的那个价格都会调整，不是涨价，我们还会减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月份数变少了，你在1月1号开始去买的东西，那我们从2月1号开始批我们就是慢慢递减，所以都还是有差别，好吧？看个人需要，这个没有什么没有说一定要在现在买了。看你自己的需求了。我们有些贵客他是直接买了那个总论比如说他就看事业总论也只买了一个流年的财运总论这2个东西加起来你可能也不过1000多块，你就不用3600这么可能有点压力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好吗？这里老师说清楚这个我们后面的东西。各位尽量去使用苏伟成老师，不是我要赚各位点数钱，而是你生活中至少有6成以上的事情你是可以在苏伟成老师那边，因为你这个事情你花2000块找老师问事，你要觉得不划算，但是你放在心里你也觉得很难受，而且有些事情不是钱的问题了现在有钱可以解决问题就算了，问题是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你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做到底对不对，那你不用去怀疑，你跟苏伟成老师讲。他会依照你的命盘，依照你的格局，依照你的流年，告诉你这个事行或不行，成或不成，对或不对。只有你跟他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老师做这个神经网络，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人，你去看那么多事情，没有，我一开始就把它封存了。只有你跟他知道，
哦，你跟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你，好吗？所以很多事情啊，吉老师设计这个东西是为了好让我们广大的贵客，不是只有批留言而已，而是你心有问题的时候，你找苏月成老师，哦，真的点数用完，你花个几十块、200块也不过分嘛，够挣一点嘛。所以说，你可以解决你心中很大很大的问题，你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好吗？这个你一定要去把心理问题解决掉。那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捷运的这个暴徒事件啊，老师这里跟各位去讲一下各位你一定要去因为这个事件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老师也学过一点功夫啊，虽然学的不怎么样，但是我也是学过一点，因为三阴命谱相嘛，我总得学一点嘛，是不是？但是啊，你遇到这种暴徒的时候，手上拿着刀的时候啊，你不要跟我讲你是什么自由搏击啊、散打啦、咏春啊，那没有屌用的。我跟你讲，真没屌用。那个都是来自什么？你基本上你争取那个赤身肉搏的时候，那几秒钟的逃跑空间而已。遇到跟别人打架，你就是跑就对了，不要想着你跟别人对干。那就是遇到这种持刀暴徒呢，无论男性女性，女性优先跑，男性也是要跑。但是最好的方法，你要阻止他，你就不要出刀去跟他对弈。为什么？你就拿什么？拿身边有的东西，包包矿泉水啦，或者是你的书本啦、垃圾桶啊，任何东西你能够往凶手丢的东西，你就往他身上丢过去。你一个人丢了，我告诉你，捷运站这么多人，他就有几百个人上去丢他，他就跑不掉了。所以你跑可以啊，你跑也是可以，跑是最上策。但是你真的想要见义勇为的时候啊，建议各位拿东西丢他就对了。哦，那个什么学过什么功夫都没有用，拿了桌椅板凳丢过去的时候啊，任何的高手都会被砸到，因为他没有办法突破重力加速度的问题。有飞行道具可以丢，你就丢飞行道具啊，就是什么矿泉水瓶都可以，不要怕说很轻，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我告诉你，那就是会有影响的。拿雨伞丢他，他都得去挥一下。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就得挥一下，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哈。你就一直丢，一直丢，水下老师有水壶，水壶往头上一 K 下去，他能够不躲吗？他一躲就可以多救几个人的命，对不对？很多事情各位去理解，功夫是一件事情哦，那你另外要做的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丢飞行道具，他一定得落荒而逃哦。这个要保护自己的方法，好吗？最不可怕的这个身边一些怎么样恐怖社会病了，怎么样命格容易躁郁了，这个其实是看出来了，但是讲不完了，好吧？这个讲不完，而且我老师比较不喜欢把那个人去定掉了，好不好？这个我们苏伟成老师里面其实各位还有件事要提醒各位，很多学员就我们老师的学生就问他说他这个命格怎么样去看了？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你不要从苏伟成老师里面去反推去学习这个八字或其他的命学这是不对的一个行为，因为老师有设这个反学习机制。为什么反学习机制要设呢？不是我小气一定要卖课，而是在于说学命理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老师带，你不能只是学他的套路，一直学他套路的话，你会学错，对不对？我这边写给我儿子的，我那个小儿子他就是会的东西是依据你的问题来解决你这个答案。但是他如果你一直跟他讨论过命理这个东西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一直觉得是说你不是在讨论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他给你的解释就越解释你越不懂。所以尽量你不要去问苏伟成老师这个问题。以后如果你是老师的学员，我再研发一套可以教学的，好不好？但是苏伟成老师他是负责解决问题的，我里面已经有设定反学习的机制在。所以说你到后面你一定会乱，不是我小气，而是你不要让你学错，好不好？你一起就多学一些，因为它里面是有滴天水、渊海子平、为千里命书，还有老师的本门的一个独门的算法，还有其他的包含了我们以后会录进去的很多的一些命学的典籍在里面。你一直去学，你会都乱。如果你看书就会了，你学这个套路就会了，那你大家都是算命师呢，不可能，就是你学不会，好吗？好，大家晚上好，那我直接开始哈。那现在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台湾我们的政坛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大家对赖清德总统弹劾案基本上他现在已经突破了700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地方毕竟我们赖清德伟大的总统，他台湾之子，民族的救人，还有台湾金孙，还有民主的救星，好不好？社会的期盼，所以说呢，现在做这件事情用处有多大？其实这个是一个话题性因为他人生至暗时刻其实是在于在这个所谓的岁次乙巳年，乙巳年之后他运势就往上了。他运势就往上了今天没有讲他运势的他运势就往上了。所以你要做什么？你在年前你做得完吗？你在2月交立春之前你做得完吗？我觉得你既然做不完的事情，那么你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的状况是会有的。所以说我觉得人民嘛，人民做主，就是现在就是民主国家嘛。既然是人民做主其实我们就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去比较去专心在这个民生的部分了。那当然你要发声当然也是可以的，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实践性并没有这么高了，并没有这么样的顺利。我觉得我现在名气很高是没有错，但是整体来讲我是相信，我是算命的嘛，说我们赖总统这个伟大的民族救星他的最差的日子快过完了。那至于他会不会让他自己的位置受损
我觉得不容易了，好吧？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体的这个政治的制度里面是没有办法让选上的总统他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按法治状况来看吧，你要2/3倒阁，你倒行政院长那也没毛用啊。然后之后你要弹劾总统，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难的啦。我们当时的制度设计里面就没有想要把总统给罢免掉当时就没有这个措施。但是问题是我们2026年有选举，所以说就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在选举，而不是在于总统的位置会不会换人，这个极难，好吧？很多人问老师这个会不会达成说我们提早总统大选？不可能的，这不要说完全不可能的。像之前韩国也有说不大可能嘛，因为没有人被罢免过市长，后来也是成功了嘛，对不对？也是成功罢免。所以我不能说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概率极低运势上来讲，对我们赖总统、民族的救星、台湾的伟人、还有什么，反正就是那些话大家都背起来了，好吧？那他的那个胜率是比较高的这个其实不是反各位的博各位的意它其实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好吗？下一次有机会我们来谈一下明年这些所谓的政治人物还有命格对他们的影响，好吗？包含高市早苗，我们一起看。好，那我们接下来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于是说，整个环境上面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2026年面对到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况。首先我们讲到海南封关海南封关是这几天，而且我们前几个月就有谈过海南封关这个事情。那封关它不是封岛很多人说老师那个中国很奇怪，他们在怎么样做一个假台湾吗？是不是？就是说呢，他现在已经封关，代表说以后从中国内地要去海南开始去查护照，然后好像出国一样了吗？不是，好不好？那个封关不是封岛，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封关是封关，封岛是封岛。它的封关就是说，它建立一个新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也就是说呢，它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简单一点，它就是所谓的一个边境贸易。边境贸易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特许之区。任何国家的人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几乎是低税率甚至是免税率的状况之下你在这个地方去做加工或者是加油，或者是你去做这个贸易转换你这不用受到进口关税的影响。它是一个特区，那么这个特区为什么不设到上海，你要设到海南呢？这个你要去明白一件事情上海它是比较偏北的地方虽然台湾去上海很近但是海南它偏南，因为它在海南嘛，贴着它在纯金山在南边了，对不对？所以是说它对于这个你说东南亚的地方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那你要去绕过这马六甲海峡，然后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东西是在海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在上海加完油了，然后你还在海南那个绕到马六甲海峡，你还得要加油还不加油，对不对？你就很纠结因为你前面加过，你后面勉强过得去，但是你不加油觉得不安心，对不对？搞不好你还去风浪什么的。所以说你在其他地方是不合适的，你放在海南是相对合适的地方。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开发并没有那么深厚，所以说你要去变动，或是你要去建厂，那个是比较容易的。你在深圳那些地方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状况，而且它有很多的因素在存在，而且成本也过高了。你就放在海南是比较合适的地方。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所谓的一个半免税状态，或是非常低税率的状况。他们的企业所得税跟个人所得税都是15%的一个优税汇率，所以说你在那边上班它的就没有那么高的所得税。那你这边开公司赚的钱也只要付15%就好，你也没有那么高的什么印花税什么那个资本利得税等等之类的东西，就比较是没有。它是一个特许之区。那么在这个特许之区它对百姓有什么影响呢？也就是说呢，他在那个地方你去那边买舶来品，买那个 LV Gucci 不止那些东西，还有很多东西。你买这些外国进口的东西在海南岛买是特别便宜的。那既然在海南岛那么便宜，那海南岛就放一个什么淘宝的一个，或者是那种拼夕的一个海南版，对不对？在那边去做大量的东西进口，然后卖出去就好了。那其他地方不是假赛吗？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它这是有限额的，就是说你要买这个东西，你是不能用寄的，你是个人进去去购买，然后带出去是可以。那像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跑单帮就好了，我们就大量的去带货就好了，对不对？直播带货，然后就开了一个卡车出去，这也不行它有10万块的一个额度限制个人你要花到10万块人民币去买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的。第二个限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买的东西你是不能够再卖到内地去的，你只能自己去使用。说并没有是说你可以从那边跑一个单帮，你不用出国去海南买了，你就可以赚差价那不行，那是违法的。那个你说那谁知道呢？对了，你个人卖给你隔壁王二麻子或张大妈，没人知道了。但是如果你在网络上去直播带货去卖这个东西，或者放到那个淘宝去卖，或者放到那个京东去卖，我告诉你那是查得到的那个一定是查得到的东西人家敢卖你就一定查得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它是对当地的百姓啊是有税率优惠，在那边做的一个加工，比如说你美国来的，那加工完你要卖到马来西亚去，啊，这个就是举例而言啊，这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说在海南加工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你背靠的是什么？背靠的是中国很大的一个腹地，这么大的一个腹地里面呢，它的原物料进来就快，懂老师意思吗？你加工你需要原物料啊，不是说你加工然后在当地你自己挖2块椰子插上去你就可以动了，对不对？不是啊，你是必须要有原物料进来，然后加工完之后你再运走。它就变成一个特殊的边境贸易，特殊的一个低税率区啊，让就是等于说让这个货上其流的状况是比较多能够去运行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就会影响了新加坡的一些港口贸易的一些优势在。但是新加坡也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新加坡啊主要它不是靠港口来做主营销的，新加坡主要的还是靠它的在东南亚的一个金融中心。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未来如果两岸统一了，那么台湾就有可能跟新加坡分庭抗礼了。因为你有香港跟台湾在这个地方啊，而且又是一个不连到内陆的一个直接的管辖区啊，其实啊，在台湾跟香港啊，未来就有机会去分走新加坡的这个大饼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那是会有的啊。但是现在有没有办法？现在没办法啊，因为台湾毕竟还是有一些军事风险、政治风险，所以说你要把钱啊大量进到台湾来啊，那目前为止是没有诱因啊，这个目前可以去理解，它是没有很大的诱因。所以说啊，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啊，其实对于整体来说啊，它是要让中国有机会再建立一个让货品或在各个地方的一些交汇总结在一个地方一个枢纽，它做的是一个枢纽型的一个业务啊，就是让它长期在这边往来习惯了，是不是海南就有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呢？有可能而已，但是它就变成是说变成那个是离岸人民币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金融交汇中心，那是未来那可能要等5年10年以后才发展到那个地方。现在海南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别人习惯在海南做生意，而且那些港口啊、船舶啊习惯在海南去做交汇啊，就是说你船进来，然后呢东西卸了整理，然后呢或是直接交接了啊，那个 A 公司卖给 B 公司的。哦，那你跟在这个地方交汇一下，然后各自把各自需要的带走，或者中间那边加工一下。这个东西呢是海南要去做的事情。新加坡为什么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单独的国家，那它的腹地就没有，几乎是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岛，所以它就没有这些腹地。你要让它去做加工啊，它原物料第一个取得不便，那第二个就是工人的技术没那么高，第三个他们也不屑去赚这个加工的钱，因为新加坡啊普遍是做金融服务业或是其他的一些国际服务业居多，你让他去赚这个小钱啊，其实人家不愿意啊。你要去做，你就插规条就可以了，对不对？卖沙爹插规条就可以赚钱了，我干嘛跑去做工人呢？这个要看每一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一个生存之道，那么你在海南岛的生存之道，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这个其实海南岛的问题啊，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于是说让大家成习惯之后5年10年之后，加上两岸统一之后啊，那么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去存在啊，这个是各位去了解的事情。然后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去第二个部分，我们直接去讲，因为前面讲的事情是比较多一点的，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么第二个问题啊，我们要谈到日本。日本现在这个状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问老师说，老师，日本到底会不会打仗呢？其实老师还是坚持了我们之前所讲的东西哈，要打在外岛，就是包含了你是在那些尖阁诸岛，就钓鱼台，或者是你在宫古岛那个地方，或者冲绳琉球这个地方，它可能发生一些小型的小规模的一个海战。你要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打到日本本土的，那会做这件事情的就一个国家，不是中国，那一定是俄罗斯。对不对？但是你打到日本本土来讲的话，我说实在话各位，打到日本本土这件事情啊是极其困难的。然后我们要去理解整个历史的一个缘故，因为你真的能够打日本本土的国家几乎是没有啊。你说二战，你说他被打趴了啊，被美国打趴了吧？没有，这个二战其实打趴日本的是俄罗斯人。那天皇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懂得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了。你心里去一亿玉碎，你不如是说你要赶快投降，然后捞到一个最体面的一个下台的机会，因为你让俄罗斯人真的把他的坦克跟他的一些驱逐舰开到你日本近海的时候，那么日本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战争状况。因为日本实际上能够运作的都市啊，并不是非常的多啊。日本发展他们能够去运作都市不是非常的多，他们就是一些大城市，比如大阪啊、东京啊，或者是一些静冈等等一些工业重地等等之类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多地方是山丘，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发展。那北海道你什么发展呢？有限嘛，对不对？除了观光资源之外，它其实能做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所以说当时日本他就选择了赶快去投降，因为你再不投降美国可能没有第3颗原子弹了，但是呢，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它就走入日本了。而俄罗斯人的钢铁洪流一到日本上面日本的4大岛里面这2个会被他打下来，4个都打下来不一定了，但2个一定打得下来，因为他北方的那些北海道那个地方被那个俄罗斯吃掉，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真正你要让日本投降的最关键因素其实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美国只有那2颗原子弹打下来之后，一个小男孩一个胖子嘛，对不对？那这个状况就会产生。那真的打到这个日本境内的时候那一定是肉搏战。而你跟日本人打肉搏战其实是一个不合适的东西，因为第一个他们人口多，第二个就是说什么他们储备是够的，他们的战略储备是够的，他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核电厂。所以说你去打一个有核电厂的，而且是密集，他们有很多核电厂的，也包含他们电力是有的，而且他们的一些工业是完整的，工业链产业链是完整的，加上他们自己也有库存的一定的一些粮草积聚。所以你要说你要去打日本其实是远比打乌克兰还要困难的不下，真的是好几倍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容易去打。所以说你要在日本本岛上面，你要说进行一个歼灭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除了再丢几个原子弹之外基本上你要打日本打下来不可能我只能说不可能。但是你要真打到那些尖阁诸岛或是在琉球或在一些地方的话，那这个是有的。但是不打不行，各位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打是不行，但是打了他们也会损元气，因为日本陷入一个不可逆的状态。那我们上周老师在上海的时候跟各位去录这个日本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还要去理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日本它这个所谓的安倍的一个经济学里面其实应该算是安倍晋三他往生的太早嘛，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安倍经济学是一直不断的让它贬值，然后让日本赚取更多的一个外汇收入。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丰田只要让它日元跌1元，那么它就有多450亿的收入这个是他们大企业的一个做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反过来去想一件事情，日本现在如果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因为它本身竞争力不足，但是美国给日本下的一个关税程度是还在的，那个15%的压力还是在的。那么日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跟世界恢复它的工商业接轨呢？那基本上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首先理解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给日本这么高的一个也不能说这么高了，15%不算高了，会有这个关税的门槛，那是因为特朗普认为你日本长期对美国造成的顺差，对美国来讲是逆差，所以说你赚了这么多美国的钱，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缴税一点呢？至于为什么要缴税，我们等一下后面谈到。那这个事情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既然是靠贬值才能够有营收的一个制度，那么你就不可能去平衡这个所谓的顺逆差。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你既然靠贬值，等于说我跟你做的是美元的生意，所以我多先卖给你拿美元跟我结算，我这个月我跟你结算的钱跟下个月结算的钱，我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美元，但是我换回来日元我变多了，是不是我就多了利润在？这懂老师意思吗？你贬值就这样嘛。我这个假设来讲，我这个1块钱美元的东西，我今年可能换到，我不知道汇率是随便讲的1美元换1000块，好不好？还是400块1000块，忘记了换成1000块。好，那问题是你下个月交货的时候，它的签约金额是一样的，美国没有什么影响，我继续付这1块钱美元给你。但是呢，当你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呢，我就变成1050块，那我是不是多了这个利润在？各位懂老师吗？多了5%利润在。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存在。那么这样不是赚钱吗？赚钱是不是就好事情吗？那肯定不是好事情因为所谓的顺利差就是我买你的东西跟你买我的东西要趋于平衡。那么你靠贬值状况之下，我卖你东西我赚到钱，但是我买你东西我是不是把钱付出去？所以说我必须要花更多钱去买你过去跟我进口的跟我卖给我的东西。那我是不是花更多钱了？本来我可能就用那个1000块日元我可以买到你这个东西的。但是因为你用贬值的关系，所以说我现在变成1100块日元，我才买到你这个东西。那你是不是就说我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所谓的顺利差的平衡？说日元一旦贬值，它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都是这样子的，它所有的原物料，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工业制品，任何的一切的东西，你只要日本没有的东西，那么你都得加价去购买。对，懂老师意思吗？你都得加价去购买。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百姓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贫苦？因为日本能够产的东西是不多的。而且理解老师意思，日本能够产的东西是不多的。跟说老师不是完整供应链吗？对，它有完整的供应链，是他们有工厂，但是原物料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原物料，他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农业都不够自己吃。你说得要进口，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必须要去花更多钱去采购一些国外的东西，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的这些你所谓顺利差平衡认识，基本上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你一直在贬值，你不贬值，日本的企业就出现经营危机，因为他预期要收到的钱变少了。那么他是不是他就觉得是说你有问题，那我是不是我的公债就买少一点？但是日本的公债又不卖外国人，他日本公债只卖给他们自己的企业。那么我只要涨了这个日元的币值，那么你就不买我的公债，那我公债卖给谁啊？我又不能卖给美国，是不是？他们卖给其他国家，就日本企业去收啊。所以你让企业觉得你让我亏了这个汇差，那么我的公债只能少买一点，对不对？那你要让我多买一点，那你就必须让我赚汇差。那我赚汇差，那么百姓买不起饭，你就一定落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所以说，日本的百姓会越来越贫穷，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百姓会越来越贫穷。对照到台湾也是一样的事情。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经济程度就在这地方？当你赚进来的钱没有越来越多，但是你买东西是越来越贵，那么你的百姓你只能往贫穷去迈进，你只能往贫穷迈进，你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日本它是没有办法翻身的，那台湾有没有办法翻身呢？台湾有对美国这高税率，那台湾有没有办法翻身呢？是没有，但是我们可能会被统一，统一之后就另外一回事嘛，那这税就不合算了，对不对？这是另外重算的事情，是不是？我老师不是鼓吹统一啊，那不要给我这上贴标签。我们在看世界大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公正的看法，就他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因应？但是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处理事情的智慧。那么我现在既然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让百姓，你除了往贫穷之外，你没有任何成长的空间的时候，那么你任何的经济学都是没有用的。任何的一个经济学，任何的一个财政措施，基本上对日本的社会没有作用，除非你愿意让币值回稳。你币值回稳，那么企业就少赚钱，企业少赚钱，你公债卖不出去，公债卖不出去，那么你日本你发不了薪水。所以像日本很多一些小城市开始破产，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百姓没有钱去消费啊。他有钱他去消费，他没钱他怎么消费？对不对？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在80年代那个 GTO 的鬼冢英吉那么好过的时代，没有啊，那时代不一样了，那个好赚的钱已经没有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可以说那个上班族一年可以赚1000万，甚至上亿元的日元？那个是过去那个时代机遇所造成的一个事情，那是美国特意给他这个事情，那叫什么？那叫养肥了再杀，对不对？养套杀对日本特别有效，因为日本人忠心嘛。对不对？你是我主子，我就认定你是我主子，所以以后我任何事情以你为主。说这样的忠心的态度啊，就让日本现在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一个状态。那么韩国会不会有一样的问题呢？韩国问题又比较不一样了。韩国它本身的资源呢是极度匮乏，极度的一个缺乏。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因为财阀的原因啊，财阀治国导致韩国没有竞争力。因为财阀治国，你说它可不可以造出更高的产值？在部分来讲，它是可以造出更大的产值，但是百姓的贫苦那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甚至是你不动产已经操纵，已经杠杆加到一个极限了，导致说它的全租房或其他的地产才已经没有往上走的动力之外，它的人口凋零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之快。为什么？因为你是财阀治国了，所以说呢，你社会上70%的资源掌握到那个不到20%的人身上。那么其他的没有钱了，他既然没有钱，我只能为你打工，你赚的口袋Michael，那么我就只能缩减消费。那缩减消费之外，我还是必须要什么生孩子，对不对？我要生孩子买保险，是不是？那都是钱啊。但是这些生孩子买保险的钱都已经被你们掌握到了。去看个医生，那你那个韩国的医院都是那个3大家族的。然后呢，我买个保险也是3大家族的，对不对？我甚至去学校去补习班，补习班也是3大家族开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呢，他们财阀已经过度干预这个国家的经济，导致那个下一代出生啊，他所有的钱都是已经帮你算好，你要怎么分配给这些3大家族他们去收了。所以说我就不生就好了嘛，我不生我是不用交补习费，我不生我是不是就不要那么多保险了，对不对？买基础的医疗保险就好了，我干嘛去做一些遗族的那个什么那个生命保险呢？我就不用了啊，对不对？反正我没有下一代，我没房贷没车贷没有下一代，我3代都没有，怕什么？是不是？就他就住房子就可以了。那人口凋零速度就更快，人口凋零速度越快，第一个你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制造产值，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内循环。所以中国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内循环状况之下，是一个国家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就发现到很多欧洲国家为什么特别保护这个生小孩的这个权益，就是因为呢，无论怎么样，你只要生小孩，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权益，就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你没有这个生产劳动力啊，那你后来的国家是无以为继的。所以我们看美国，它是有这些生产补助啊，然后低收入补助啊，就让你不断的生，你有人生，你就未来这小孩长大他就会负债，会负债，你是不是就有经济来源？
对，欧洲也是一样啊，是不是？你可以不结婚，但是你要生小孩，你生小孩国家帮你养嘛，对不对？小孩长大之后，他还是要把他花的钱来去加倍吐出来嘛，因为他们要纳税，是不是？所以很多状况之下，你要去理解，当一个国家的制度里面呢，它把资本过于集中的时候啊，那么你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会产生。那日本、韩国都在这个状况，只是韩国它是比较，他的心态是比较奇怪一点，就是说呢，他随时可以趴下来啊，随时可以去换一个新的主人。说韩国它那个变动率是比较高，你只要不要去发癫，那基本上他会想到自己求生之道。但是你要再发展起来很强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跟中国全面合作。那问题没办法，因为韩国里面有美军，有美军在的地方，你经济不会太好。哦，这个好像有点武断，但是各位去看了、被美军所驻扎的地方啊，你说他不会战争，是真的没战争啊。但是你要他经济好，那你真的是很难好。那国家发展的好，那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因为就是盲吃在背嘛。他那个地方，各位你去理解一下，他能够驻军，他里面一定会有所谓的情报人员，他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像以前讲的 USAT 的之类的人在里面，去给你做一些思想的灌洗啊，或是一些语行的操纵啊，让你没有办法凝聚成一股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力量。所以各位去看到这很多事情，它就是一理通百里明的东西。有美军在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好，这个我们可以确定明白。你去拿任何数据来看，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没有美军地方就会好吗？也不见得会好，但是至少它有发展的机会啊，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个地方。所以日本它为什么它必然会穷啊？原因是在于是说它的百姓是一直不断的去稀释他们自己的财富，然后去给他们的这些大企业去赚取。因为你会它就是双面刃，你大企业赚了，你小民就支出多了嘛，那个是没有办法，而且几乎是没有逆转的空间的。各位去理解，那个是没有办法逆转的。说日本再怎么样去努力，再怎么样看起来好像很多的一些动漫的一些实力，但实际上面对经济他们是无力可以去做。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极右翼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日本一定要站起来。为什么要站起来呢？因为你把你的所有的一些 GDP 的2%去用到军工产业的时候，第一个里面有利润，军工产业的利润那不是普通的利润，好吧？因为你一般人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者可以跟你去竞争这个所谓的军事工业的制成，你一定给一些三菱重工啊之类等等之类的，他们才能够去做这个军工产业。所以 GDP 2%一旦下去之后，那些军工的一些产业啊就发财发到爆。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很难去竞争的，你不是今天开个小作坊，我可以生产AK47，那行吗？那不行的，你一定得要去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你后面有关系，你才能够军工产业。所以说军工产业一旦起来之后啊，那他们当然想要一直来刺激他们的内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要打破现在这个状况，你必须要有办法去打战了。说真的，战争可以解决一切的不平等，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战争才能打掉一切的不平等的一个根源，这前提是你要打赢啊！你打赢了之后，你才能够去消弭一切的不平等。就像大清朝打败了，对不对？你打跟洋人怎么打，你怎么败？那你是不是就接受所有的不平等？是不是以前的洋人在中国的不平等就被打掉了，对不对？以前你那个洋商你不在中国做贸易啊，你就只能在特定的广州几个地方能够做，但是你打赢了之后呢，五口通商条约，对不对？都可以做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靠战争打掉一切不平等。那日本能不能打胜的机会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因为很多比如说他们的退将就说啊，美国加台湾加上日本有多少条飞机啊，多少条船啊，多少条士兵，他是把什么呢？他是把美军所有的船跟所有的士兵几十万人全部派到日本去，那日本就可以组成一个什么美日台联军，那么就可以跟中国一比。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美国5艘航空母舰都要来。然后呢，他们本身要派300架以上的战机，开玩笑，5艘航空母舰来，你是来给东风导弹当靶子打了是不是？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他的北斗卫星是可以看到你的航空母舰的，你再派5艘航空母舰来，你是怎样打个世界大战吗？美国一战亡国，你信不信？美国那么笨吗？当然不会这么笨呢、打仗是什么？打稳赢的我才去打，对不对？任何的仗都是打稳才去打，你没有赢的，你就像泽伦斯基一样，你打一个你根本就不可能赢的仗，你怎么得到好结果呢？这不可能得到好结果的。所以说，这个日本就变成单方面认为是说，我们只要轻个什么一亿玉碎的心情，我们就可以获得什么从在世界上抬头的机会。这个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所谓的 GDP 的2.0，你去做这些军工产业，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到最后还是可能会被人家的原物料或者其他东西给你稀释掉。那像台湾买了那么多的飞机，到最后你一架拿得到吗？拿不到。所以就变成是说，你这讲的是空话，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体量去跟中国去拼，而且拼长期你绝对拼不过。
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中国只要慢慢去缩减对日本输入的这些游客，还有去做减低对日本输入这些稀土原物料，你的军工产业你还干得起来吗？你明明知道你是来干飞机的，你是来干军火的，你请问他的稀土为什么要给你？你的钢铁哪里来的？对不对？你跟我讲从意大利买还是从那个澳洲去买铁，可以，你可以澳洲买铁，因为他们的铁特别适合来炼，对，炼钢非常适合。你买啊，你买啊，你看你有多少钱可以买？还有能源，你有多少能源可以做军工产业呢？所以很多事情到后面就变成日本你要去做靠战争来解决一切的不平等，那只有你的意念上可以达成，靠战争达成一切的不平等。实际上一打起来就跟大清的海军一样，一战即溃。不是我看不起日本，而是你要明白现在的趋势在这个地方。那么日本真的是没有办法反抗这些事情吗？然后中国就是无敌吗？也没有。我们最近看到南京市啊，就发生了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有人说是自导自演，有人说是日本的反击。就说呢，在南京啊，所有的 GPS 跟北斗卫星啊，个人用的就是民用的卫星啊，全部乱套了。人在家中坐，然后呢，那个定位在湖里面，就是说他们所有的导航全部失效，在南京市这个地方，南京市这个地方。那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代表是说北斗卫星是可以被扰乱的呢？是没有错，北斗卫星民用是可以被扰乱，因为它的频道是公开的，它被扰乱，它的确被扰乱了，我们不用去讲什么，它的确被扰乱了。但是问题是，它扰乱北斗卫星的同时，GPS 也乱了，所以你要去骚扰北斗卫星，让它变成定位混乱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的 GPS 也是进入混乱，因为它们的频率是相近的。那北斗军用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被混乱到了？军用就不会了，因为军用是完全采取加密措施，所以是说呢，它是没有办法，你是靠这个方法去做混乱的。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日本是不是在尝测试去使用去怎么样呢？在这个要去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然后改去骚扰一下南京的这个整个 GPS， 顺便做一个实战实验。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我不知道。我说真的，我没算到这个，这个也没什么好算的，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呢，这个就变成是说，你扰乱北斗卫星就得扰乱 GPS，那么你的飞弹打过去，它飞弹也会失踪啊，因为就变这个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这个状况就变得现在整个情势非常紧张。但是紧张状况之下中国它本身的靠了海南封关他们要进行了未来的一个长远的部署，还有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断的延长他们所谓在日本那边的演习，而且他们的福建舰进入紧锣密鼓，不断的这个去演训。有人说这个福建舰都通过台湾海峡，都上面甲板都没有飞机，代表他们是修理的，不一定因为呢，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如果他把台湾视作为内海的状况之下，你在内海你把所有的飞机收到你的肚子里面，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他在内海航行，他何必去准备起降呢？所以问题是，他福建舰可以在航空母舰可以在那个台湾海峡去穿过，那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提示台湾很少人去讲，其实你让这个福建舰有能力在台湾海峡这边巡航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你就不要想说台湾海峡那是可以防御的，那是没有机会几乎都没有机会的，因为它是在整个中共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你不要跟我讲台湾海峡小水沟，然后打起来那个中国会败，没有，这个水沟是人家的，好吗？这条水沟是人家的，所以是说人家火力完全覆盖，是我们出不去，不是别人进不来。很多人搞错这个东西，他的福建舰只要可以穿过，代表这个海域是人家的，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点办法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讲句子可以让他不会登岸，人家登岸的时候，你最好是立刻就投降，因为他都可以过海了，他有什么过不来的？好不好？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危险性。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各位什么问题？我看看方在哪里？还有什么呢？海南这块区，海南的经济不够好，那是当然是的，因为它需要发展那个没办法一开始就成功的东西。中共做事情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中共做的事情通常都是你要准备30年的他们的政治稳定度之高是你难以想象的，各位去理解。中共它的一个政治稳定度之高高到你难以想象，因为他们所有的一个考核，所有的一个晋升条件，甚至连他们如何去打贪如何去之内巡查这个事情之严格，你难以想象。就是他们互相包庇，他的一个关系网，你也很难去突破。很多东西你是没办法去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组织，那还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让大家都有机会有饭吃。这个其实是一个令人非常的觉得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一个事情中国几千年来我觉得目前中共的一个政治制度应该是超越过去所有朝代它的稳定度了。我说真的，各位过去研究过中共的一个政治哲学的话，就发现他们真的是
超越几千年来最稳定一个状态，好吗？那领袖明年运势好起来，统一是不是更没希望？他的运势好，就代表他不容易被打倒，但是不代表对岸他们的力量没有办法征服他。我运势很好，但是呢，我得罪金老师，我还是被打了臭头，一样的意思，对不对？跟我运势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他要干我就干我了，那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吗？没办法，对不对？说个人的运势不代表别人的意思，你干嘛瞪我？好吗？美承认保台不实际，美国不可能会承认去保台的啦，他只会口惠行不动行不实啦，你嘴巴讲讲，你实际上你不会做任何事情啊。美国真的要保台，就把过去10年卖给我们的东西，他妈的给我送货到家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嘛。你买那么多东西，几千亿买，他妈半毛都没过来，你个屁用啊！是不是？你这么就把那个东西带过来才有用啊，对不对？有人在台湾的公务员怎么办？公务员没事啊，公务员干公务员的事情，公务员干你屁事啊，对不对？那个任何国家在政权交接的时候，他的公务员就是公务员，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你从过去所有战争，包含元明清三朝啊，那打下来之后，你当地的公务员就基本上还是公务员，你最多就是慢慢淘汰换成自己的人啊，因为这个就是国家治理啊，那不是只是派一个人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包含过去的那个元明清的县令改朝换代，他还是县令，对不对？知府还是知府。再上去到台商品到台，那他就可能会换掉了。但是你基本的公务员还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官换了，你的公务员是所有一个地方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人，就是地方的公务员。公务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都不用担心。不过讲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想到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说有人说那个两岸战争打起来之后啊，那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军啊牺牲之后啊，那抚恤金找谁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很简单哈，这个所有状况都按照原来制度去走。所以说该抚恤还是抚恤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因为按照现在目前台湾的制度，该怎么抚恤就抚恤，因为他不可能是说啊你战死了，然后我就不抚恤你，你会让你这个当地的人形成了反心，就是什么你杀父仇人，杀子之仇，对不对？夺妻之恨，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放过呢？那你是埋下这个隐患吗？那几百万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会有什么激起一个民怨呢？就没有意义在，好吗？其实这个都不用太担心的事情啊。不要老是说我是站在中国那个地方，那个形势比人强，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事情，你会赢就是会赢，不会赢就是不会赢，会输就是会输，不会因为我不甘心然后你就不会输，对不对？就像我现在想去考台大，我他妈就考不上，对不对？我可以不服他，台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录用我，懂吗？我看到北大，我觉得这是暑假带小孩去北大，对不对？我跟我小孩讲，这辈子你们可能进来北大的机会就今天了，为什么？因为你考不上。对不对？你考不上的，是不是？你既然考不上，我们来看一下总行吧，体验一下那个学霸的氛围。那个我们有个好朋友邱老师，帮我找一个那个什么，我们的北大的那个大学生来教我女儿怎么样去念书。结果呢，他们左耳进，然后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敲到哪里去，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理解一下。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啊，那北大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那你不理解怎么样呢？我进不去。所以说你甘不甘愿，你幸不幸福，你服不服气是你的事情。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制度就这个地方，游戏规则在这个地方，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好吗？那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没什么问题哈。OK 然后我们接下去那我们现在讲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在美国。美国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美国它的衰弱是一个难以去挽救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要唱衰美国。我今天跟你讲的原因这个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有原因的状况之下。美国我们就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他为什么要去平衡国际的上面的顺利差呢？那你顺差跟逆差其实不是看数字的，对不对？你顺逆差基本上就是美国卖出去的东西跟买进的东西，你看起来是逆差，但是它会绕一个第三方的管道，比如是说嘛，你苹果手机你卖到中国去卖的多了，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样呢？看起来好像是说你这个是还有你零件东西工业品买进来了，加起来之后平均之后，美国好像是说，我变成那个逆差了。但实际上，那个苹果公司在中国，他赚的钱，他会不会存到中国的人民银行里面？不会，还要把钱回到美国的银行里面去嘛？是不是？那既然回到美国银行，那这个事情就不在顺利差里面的计算范围。所以单纯计算顺利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讲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毕竟他也是天上人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为什么顺利差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其实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啊，顺利差它是必须要去关注的原因，就是在于你今天把我的国内储备货币都把它赚走了，那我国家里面的货币是不是就不够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你把我的货币，它是一个信用体系，但是它也不是说我今天想印多少我就印多少，那要有账的。你没有账的东西是不行的，懂老师意思吗？不是说他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又不是北韩印美钞，之前印起来可是不需要记账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伪钞，伪钞不用记账，但是你真的钞票，每一笔钞票出去它都有记录，回来也是有记录，它可能被烧掉、被剪掉、被小狗吃掉，对不对？都有可能。是不是？但是它出去是有记录的，它消失就消失了，但是它是有记录，说我这个地方出去的，依据什么时间出去的，上面都有编号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本身国家发行了这么多的美元，虽然我是世界货币，但是如果我的美元一直不断的透过逆差，也就是说呢，我跟你买东西，我把美元给你了，你把货给我了，我得到你的商品，你得到我的钱，这么公平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从你或是其他人赚回来，那么我就一直不断的让我自己的钱不断的流出去，那我是不是会有流通性的危机？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有人跟老师讨论过，那是不是跟大清历史上的白银外流是不是有关系的？哦，白银外流这个事情只是暂时的，中国的白银外流，比如鸦片战争吧，白银严重外流，那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东西属于贵金属，不是你国家发行的。白银外流只造成了清廷一阵子一段时间的困苦，因为他买鸦片，然后英国人挣走很多的白银，那当然就变成他们通货上的一个困难。但是后来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洋人又把大量的其他国家所产的白银又运回到了中国境内，运到大清朝境内。所以说呢，那个到时候就变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钱又突然变多了，之前是没有白银，现在白银多了跟啥一样，是不是白银就变不值钱了？所以说它不是法定的货币，它算是法定货币，但是它不是那种由国家去发行的。就是你任何人只要是银子劝你是足银，对不对？哪怕你是火耗掉了之后变得纯的足银、官银了，但是这个来源在哪里呢？你不知道。因为如果你是把自己的散银、那些麻银把它融化起来，存到那个当铺里面，然后给你一个银锭或给你一个金锭，那么这个来源你是没办法去掌握的，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它是挖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流出跟一个流入，那不是国家发行的。这个国家发行还得他国家能够做出来这些白银、官银啊，他也从百姓手上里面去征税来的。就是当你国外的贸易进来之后啊，你就变成了你整个国家的内循环不一样了，所以到最后变成清朝的一个财政混乱，对不对？你像清雍正，就是他离世的时候，他赚了几千万两白银进到国库里面，是不是感觉很多了？对不对？一年就清政府10万雪花银，那个都是假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他们的税收一年就几千万，但是到了清朝末期，税收一年可以达到1到2亿两的白银，那钱怎么变多了呢？就是别人把白银输进来了。所以它跟美国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美国或是现在世界货币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货币是由政府去发行的一个信用货币，你政府只要有信用，那你货币就值钱。比如说那个什么辛巴布威，对不对？它的货币不值钱，是不是？你有没有几亿元你买不到一个面包？那是因为它的政府没有信用，不值钱，所以它就没有它那个价值存在所以说它就变成说美元它准备这个顺利差，就是因为我不能一直无限制让我美元不断流出去。流出去，那我怎么样去做美元呢？那我是不是就得举美债？因为我国内流动性不够了嘛，那我是不是得要 QE 了？那我得去举美债。美债这个东西，那代表说别人拿美元去买你的美债，对不对？但是美债又不是免费的钱，它也是要付出利息来的。所以说，你就必须让国家减少这个逆差，那么来达成了这个所谓的是说你自己的货币的平衡。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一个特殊状况就是它能不能保持这个平衡呢？这个平衡呢，就是在这个美国经济学家，在一个叫罗伯特·特里芬的，他在1960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叫做特里芬的难题。就是说呢，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核心矛盾，你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已经变成那个世界通用货币了，那么你这个国家你是没有办法同时兼顾了你本币的币值以及满足全球流通性这2个基本目标，那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叫特里芬难题。那到现在为止，美国也没有办法去超越这个特里芬难题。一是我要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因为你不用，你就不会买我美债，我就没办法赚你的这个汇来汇去的这个利差，对不对？那不行，因为我需要赚这个钱，但是我又要去保证是说我自己国内的货币你要有足够的流通性。如果你国内流通性不够了，你就得借钱。那如果你不借钱，那么你就第2个方法，你就必须要生产，因为生产销售你才能够赚钱，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们所有的一个资金来源都是在于溢价消费，是什么意思呢？
像老师这个手机它可能整个成本你可能不用2000块台币，好吧？这个可能不用2000块台币，但是我得花2万块台币去买这只手机，这是不是溢价？它的成本2000块啊，举例了，我不是说真的啊，就是举例来讲，它值2000块，但是我买它得要2万块。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得去溢价消费，就像这是老师在上海出差跟各位去拍这个短片也是一样的。我去吃这烤串，烤串吃一顿，我可能花个几十块人民币，但是呢，一顿几十块甚至上百块人民币的状况之下，我是吃不起。但是如果我买烤串的原料回来自己烤，行不行？可以。然后可不可以自己去炒它？可以。那我是不是就少了中间的溢价消费？我就把原料拿来自己吃，那我是不是省了很多钱？这次去我的确省了不少钱，因为我整天都在做关紧闭，我也没花什么钱，也没什么出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就为了达成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必须要让工厂回流到美国，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思想的原型。我就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大家都必须来美国开工厂。那么第一个就业率有了，第二个百姓赚到了收入了，第三个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别的国家你要去买。我们卖了剪刀，对中国卖一支2块钱，我卖一支20块钱，你要不要买？你不买就是你看不起美国价值，对不对 ？PUA 你一下你得买，是不是？当然不可能就达不到的事情。所以现在为什么他就没办法达成这个状况？因为达不到2块钱买到东西，为什么给你花20块去买？不可能的事情 ，impossible 的事情，是不是？说美国现在面临到就是它必须要降低这个逆差，因为它的所谓的美元不能够无止境往外流，而问题是美国自己达成外流这个目标，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工业赶到国外去，这他们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原则。所以说他跑去到越南、中国或者泰国、柬埔寨、印尼等地方去设厂，所以说他们得到很低廉的一个价格，然后呢赚了很多钱。那么理论上来讲说资金都要回流到美国，美国是不是就有钱了？但是问题也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因为你带动其他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之后呢，那么其他人做出来的商品，比如中国的义乌的东西跟美国人有没有关系？你说有关系是有关系，你说没关系也是没关系，因为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跟美国去买。那么我今天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剪刀啊，或是这个壁报纸啊，或者美国国旗，我卖回去美国的时候，里面是并没有美国的元素，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赚到你美元？因为你要用，你就得买，那我是不是要造成一个逆差？我买你一只手机，我可以用2年。买一只 iPhone 我用2年，对吧？好，搞不好一串1000块美金，还是1500块美金。我买一只手机我用2年，但是我的卖出去的东西，我卖给你的东西，我就一年就不止这2000块美元。那我是不是达成了什么？达成了我的顺差，那美国达成你的逆差，所以美元一直不断的外流，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对不对？所以说美国它必须要达成这个平衡，但是平衡不了，这叫特里芬难题。那问题又进入到第二个东西了。中国经过这次的一个贸易水准的一个问题之后啊，所以中国就变成是说，我要跟你谈判，所以说呢，你就不能够，我就不给你买大量的农产品了，我就打7寸，那你的这些农民过不下去，是不是农民过不下去了？虽然后来这个中国开始采购了，但是采购的金额跟它的顺序并没有办法有个及时雨，就是说他没有去遵照让美国可以让这些小农或中等的农夫，这些农场主可以来得及缴贷款，所以那些的小农场主他们就得倒闭。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各位说过了，但是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跟日本讲的一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你当这农场主倒闭之后，各位发生什么事情？农场主已经嗝屁了，有些是自挂东南枝了，有些就是我不干了，破产了，我就包括我去麦当劳打工了，都有，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们产生了一个王朝末年才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土地兼并。他们大量的去跟这些小的农场主去不断的去低价收购他们的农田，低价收购他们的农场。这里面呢，据说了各位你可能有知道，有不知道去看。有一个人名字叫万斯的，但是他是不是那个人，我不知道就算知道我也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也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主播的一个哲学，好不好？有个叫万斯的叫万斯人这么多，因为不一定是那个嘛，对不对？姓陈那么多，路边有个陈老师按摩了，但是我去按摩吗？没有嘛，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叫万斯的他所组的一个基金就大量的去在美国的境内把这些中小型的破产的农地全部把它收购起来你就变成土地兼并。只要任何一个王朝发生了土地兼并，集中在资产家身上的时候，那个王朝必然走向没落。因为贫无立锥之地怎么来的？你连百姓，你连立锥之地，连土地都没有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国家一定是完蛋，你也就变成一个过度资本化的地方。任何的历朝历代，一旦发生土地兼并，下面就是革命。如果你去看任何一些，哪怕东汉末年也是一样，对不对？它也是一个状况出来的。是不是？你叫土地一兼并就产生问题，那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现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的土地兼并，那么这些资本家就会开始把我们之前已经预测过了，现在也的确照这个地方走，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兼并，兼并起来之后呢，那农业就掌握在别人身上，农业掌握在别人身上，那么百姓你所能够吃到农产品，那么你是不是就得加价去购买？所以说我说到日本，日本的米价现在就是其居高不下，那么还有日本的一些人就说啊，日本要小心米价崩跌。米价崩跌对谁有问题？粮商有问题啊！他们现在在米价最高的时候就放出来是说，不能让米价松动，这样子会让那个粮价崩跌，然后对日本农民会有影响。问题是你的米价是过去的3倍之高啊，2倍到3倍之高啊，你的崩跌也不过跌了一半，回到正常水平，然后你告诉我会让农民受损，受损的不是农民啊，而是那些所谓的某个省里面的他们这些协会单位里面这些囤米的人会受到一些危机。说能不能？不能，说粮价就贵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看到过去的王朝也是一样，当粮食这个时候啊，那么王朝也在末日。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是唐朝，唐朝他们发的薪水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包含的就是米，因为你的米就可以换成钱，所以他们发的俸禄有些是米，对不对？当你有足够的米，那你就可以去换任何时间的钱，反正米价都居高不下，就跟过去台湾喜欢囤房，囤房是什么呢？卖掉就有钱，那就变成房价居高不下。所以说，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代表你资源开始兼并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处理这件事情。而同样高度化集中的资本的状况之下，新加坡有没有这个问题？新加坡就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本国的人民可以用低价的金额去购买他所谓的主屋，也就是说99年产权的房子，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说土地没办法兼并，因为地上权都属于国家。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能不能避免呢？中国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因为土地太大，你他妈住不住随你。比如说老师这次去上海吧，对不对？去上海，它的土地很贵不贵？贵，但是没有那么贵了。说真的，没有那么贵了。你说老师这次住的地方啊，这是1、4居的，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一个客厅，然后是一个漏府状态的。你一个月租金多少？我在闵行区那时候住在闵行区，一个月多少？你这次租金不过2000多块人民币，2000多块人民币在上海算不算贵？你在陆家嘴算贵，你在静安区算贵，但是你在外围地方你就不算贵了。对不对？就算一般的价格了，你1、4居，你一个单身贵族住总够了，你一个月大概6000块生活，那你这个2000多块的住宅费，然后加上客运钱，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得控制溢价消费了。如果一个人没有控制溢价消费的话，你永远都是穷。为什么？这是资本套路，因为你要花更多钱去买这个服务，更多钱去买那个冬天第一杯奶茶，更多钱去买一个我所谓这样的奢侈品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钱的。任何的富人不会因为他购买奢侈品，然后他进入富人阶级，没有，他一定是让他自己可以堆积起来一个成功的，好吗？这额外提的。所以说，在日本，他已经需要把很大量的钱去维持他的一个生活，因为吃米那是必要的事情。但我不吃米，我吃面行不行？那可以，但是你吃不习惯，因为日本是米食国家的，何时嘛？是米食国家的地方，你就是吃地你要吃米，所以我把米价抬得高高的，你不得不吃米。像蛋价，如果你必须吃蛋，我就把蛋价抬得高高的。当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个国家产生了问题。所以中国过去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猪肉高高的，对，猪肉很高，价格很高，是不是？那发生那个是非洲猪瘟的时候，它的猪肉价格炒得跟天高一样。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状况呢？各位，我们回头去看。中国发生的非洲猪瘟的时候，是他们的自己的白猪的一个产业不成熟。那后来为什么好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猪苗，不用去跟别人买，他自己有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中国产的猪就突然变成大量啊，它的猪价就下来了。所以中国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是有，但是他一旦发现怎么钱只是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棒打出头鸟的事情，他都没台湾学。你做的越大，我就越要打你。这就变成一个政治哲学，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他要求一个百姓的一个平衡啊，这个是我们题外话。所以说，日本跟美国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是一个是土地被兼并，另外一个是粮价居高不下，都被财阀跟后面的黑手所掌握住了。那你这样的国家你怎么去发展？所以美国的衰弱是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百姓越来越无立锥之地，你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的能力之外。美国的特里芬难题就是，我既要让自己成功的成为了世界的货币，但是我又没有能力赚取更多的收入。过去美国为什么是可以呢？第一个，它有石油美元嘛，对不对？你有石油美元的时候，那么美元就被必要性的。第二个，你有科技美元，你的科技美元美国也有必要性。第三个，你还有军事美元。你这个3种美元的压力存在的时候，那世界必须买你美元的账，那么你可以控制世界的贸易。但是现在不是，你难道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出更廉价的东西吗？有，越南，对不对？还有柬埔寨。还有是什么？印度，他们都可以到后面随时去候补中国的班。所以问题永远不在中国，他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太便宜，是不是要倾销？
而是在于是说替补中国的人大有人在，哪怕中国被1000颗原子弹打成剩下渣了，那你后面跟替补的人一堆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制度都已经产生了崩坏。唐朝盛唐为什么会崩坏？就是因为它的土地兼并，它的一个贵族阶级、那个资本家过于垄断，导致了盛唐时期你必须就亡国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好吗？所以说我们在看整个世界的一个运行的时候，2026年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是说这2个大经济强国它所揭露出来的就是什么？你原有的世界秩序要崩坏了，对不对？原有世界秩序崩坏了，原来美元都崩坏了，原来的整个地区安宁要崩坏了，那么它就要迎来一个新的制度去出现。很多人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未来，尤其是今年的 AI 发展这么的迅速，连我陈老师一个算命的都可以做出良辰吉时这个东西。对不对？很多客户给我很多反应，我也不断的修正，有没有错的？有错的，那我有没有改？我改了嘛，对不对？有错一定改，只要是电脑做的东西，怎么会不错呢？是不是？那他还会帮我反纠错，我就气死了。但是问题就是在于，25年前达康时代，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不是也造成了这样这个整个改朝换代的状况？过去我们在跑业务的时候，对不对？脑袋记得可以记得100通电话，100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为什么？因为你出去你没有导航啊。过2000年出去没有什么导航啊，就是直接用靠脑袋记，然后呢记这个路怎么走，跑业务这个路怎么走，然后你钱怎么去收，客户电话几号啊 ，BB 扣你的记得他的扣机号码，还有什么传真机，对不对？你还有传真号码你都要记着啊。在2000年之后，这些东西都变什么？变成 email，在后面又变成更简单了，你直接微信、直接的 line 直接去看，是不是就把很多的产业都替换掉了？我们经过了25年时间，已经认定了网络是一个日常生活所必有的一个东西。但是25年前不是啊，亲爱的，25年前并不是网络时代啊，这个各位还记得吗？25年前，过去2000年以前，那是一个和乐的一个但放假都要出去逛街的时代，因为你在家里没事干，你就看钻石舞台之外，你也没什么事可以干了，对不对？你没事干了，不然怎么办呢？不然就是看工地秀嘛，都没事干。现在干的事可多了，说路边的店开始倒了，是不是？很多的车站的旁边的店也会开始倒了，那你整个消费习惯改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直播带货这么火久了，小杨哥也这边打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占太多份额，他已经算节制，但是把米不落给别人，那你就没事嘛。但是后来就出事，所以很多事情啊，你要去明白，奸则毁，锐则错。到极盛时期的时候，他必然到了帝旺时间，后面轮到就是衰病死木绝，然后再胎养，然后再开始那个沐浴灵官帝旺，衰病死木绝，一个循环的，你永远无法去拒绝整个景气跟世界。它20年是一世，25年是一个代，说世代20到25年，各位现在有没有体会了？相信40岁以上的人就该明白老师的意思。20年以前跟25年以前，你是不是恍如隔世呢？感谢各位今天收看，看各位老师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没问什么，还有什么呢？一旦交代输的一方就是认为叛军没抚恤啊，倒不会啊，这个不是这样去看的啊，各位你这个看法是错的哈。内战的状况之下，哈，他的状况并不是说单纯的用敌方去看，内战是内战，内战打完了啊，该干嘛就干嘛，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吗？孤狼式的恐攻，大陆有可能得逞，在大陆有可能得逞吗？哦，因为我现在跟你讲哈，为什么在大陆不容易哦？第一个，你进在地铁站，你就必须要查包包啊，你这个东西你是跑不过的。第二个，其实你在地铁站外，你要做这件事情哦，大陆的地铁没有像台湾捷运那么小啊，他们大陆地铁还蛮大的，那你跑的空间是有的，加上他们的安保警察其实都是在地铁里面有驻守的，然后说并没有这么容易，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概率性是比较低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呢？你今天一旦是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挥了第一刀之后啊，你大概跑不出太远，因为中国太大了，你知道吗？你台湾你从台北车站跑到中山区，你真的认真跑20分钟你就跑到了，不然你拦个公车或怎么样，你都到得了20分钟，你到得了，骑个脚踏车你20分钟你也到得了。但是我告诉你，你20分钟你在大陆你可能还没有过完一个区，你还没办法跨到太远的地方，而且太难了，因为到处都是天眼监控，你在当下你可能有办法去执行了，但是跑掉的机会应该是蛮低的了，因为每个地铁站都有侦报警察在，哦，大概是很难达成的事情了，好吧？所以各位有空去中国看看吧，好，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好吗？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老师最后还是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P6年的东西啊，我们都会一直维持下去哈。那因为既然网站开了嘛，我不能说你过了年之后把网站关了吧，这不合理啊。P6年这个事情啊会持续，只是我们的一个
福利会比较少一点啊。我们现在先加在1月1号之前啊，你给老师批留年的，都会送你这个7大的总论啊，这个肯定是好的啊，因为7大总论给你之后，也代表说你以后可以有在 T 点我们的额度范围之内啊，你可以去问你关于你自己的生涯规划跟你的身体状况啊、感情运势这些东西，概念性的东西啊，你的格局你都可以跟苏卫成老师去讨论。所以说你买这个东西啊，是绝对是有用的啊，每个人都应该买一个，因为才几百块而已嘛，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 P 流年的范围之内不送这个之后啊，我们的 T 点赠送的，我们现在制作都是几万点啊，几万点就变成它会好几万啊，甚至快将近10万字的一个空间啊，开玩笑，你知道我以为我送几万字大概是可以用1年，结果我们很多贵客跟老师讲，我说我快用完怎么办？我的妈呀，几万字你是怎么样让苏伟成老师这么天天跟你聊天，是不是？你是怎么样可以把它用完的？我也觉得很好奇哦，这也是很奇怪哦。那还是一样哈，那各位有兴趣的啊，尽量哦，我是觉得啦，花个399至少买一个7年的，或是每7大总论，或者是说你买特定一个月份你要干什么的哦，特定月份的就便宜了嘛，几百块都几百块哦。但老师要赚钱啦，但是我也没赚那么狠啦，好吗？就是你有需要的，你就去买，在那个月的事情，或那个年的事情，或那个运的事情，你都可以在点数里面去问，好吗？尽量让各位都能够问过。感谢各位一起收看。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此直播为止了哈。网上有个假说，恐攻事件与2战德国的大夏动火案，以致社会动乱为阶，继承中央，社会重演不会啊，不是这个事情，这是不会的啦，好吗？这个是非我们那个政府可以掌握的事情，那个真的是孤狼型的。既然是孤狼型，他就不会一直不会一直发现了，好吗？最后提醒各位，遇到这种恐攻的时候，要么跑，要么拿东西呼吁旁边的人把东西往凶手不断的砸，你砸的越多，他的逃跑速度越快，因为他追你，他追得到，你追他，那你去丢他，那他跑，那他就了败局，那我们才能不要自己冲过去哈。那自己冲过去，你基本上拿刀的都会出事的啊！不是半死就是不活，就是说这两个结果，你几乎是不可能胜利的，除非你拿了什么10个人或者5个人拿了5个灭火器，你往他们走过去，那个凶手就1个人，他一定死。为什么？因为灭火器你盲了眼，然后那个钢瓶往他头上一夯，对不对？你戴帽子也没用，你们战术背心，你们戴头盔你都晕，好不好？就是记得扔东西就对了。对于这种暴徒扔东西，就跟看到路边的野狗一样，跟疯狗一样，拿东西扔，他就已经想要跑。会记得这个是人性，任何你只要举起来要丢的时候，动物的本能就是逃，我们就是动物嘛，好吧？真的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个事情啊，遗憾。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啊，我们下次见。那接下来老师已经养生节做好了，那我们今后的短视频更新速度啊会比较频繁一点，请各位都有空就看一看吧，下次见。